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拿了呲牙翩翩，今天和大家说说《9号密室》第1季第3集。据说这一集是很多人心里的本季最佳。小白是一位立志成为畅销书作家的小学老师，他女朋友波波则是一个微博不加微且没有百度词条的不知名戏剧演员，已经5个月没开张了。最近好不容易接了个活，于是出门去试镜。到了晚上，门铃响了，有人说捡到了小白的钱包。小白开门一看，居然是楼下的流浪汉。流浪汉自我介绍说他叫蛋蛋，为了表示感谢，小白给了蛋蛋一点钱打发他走了。谁知道没过多久，蛋蛋又回来了，他用小白给的钱买了瓶酒送给小白，说是很感谢小白和自己说话，让他终于有了点存在感。脸皮比钱包还薄的小白被说的不好意思，只好把蛋蛋请进屋喝一杯。但小白一直在强调和暗示蛋蛋，喝完这杯赶紧走人。两人尬聊聊到了小白最喜欢的电影解说博主偏偏，蛋蛋表示我认识偏偏啊。这句话勾起了小白的兴趣，他赶紧问蛋蛋偏偏是啥样的人。蛋蛋说还能啥样，就又帅又有才呗。就这样俩人聊了整整一宿。第二天女友波波回到家，发现本该在学校开会的小白还在睡觉，居然还留宿了一个流浪汉，气得他和小白大吵一架，摔门而去。波波前脚刚走，蛋蛋后脚就从浴室里出来了。他给小白支了个招，既然都迟到了，那就干脆请个病假得了。然后以小白喝醉把自己衣服丢掉为由，像块狗皮膏药一样赖在了小白家。下午闲来没事，两人在家斗地主，斗到一半发现烟抽完了。就在小白出去买烟的时候，蛋蛋不仅删光了小白所有的电话留言，还拿了小白的钥匙，把小白的手机也给藏了起来。这明摆着是要切断小白和外界的联系。不过这招对我这种空巢009没用，就算不藏手机也没人找我聊天。1周后，波波回了家，得知小白已经在蛋蛋的鼓励下从学校辞职，专心搞文学创作了，还申请了失业救济金。波波表示蛋蛋只是在利用小白养活自己。小白直接怼了一句：“这不就是你一直在做的事吗？”生生把波波给气走了。都说胡子留得好，男人是个宝。几天后，小白也留起络腮胡，走起了颓废风。他发现过了这么久都没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甚至每年奶奶那封雷打不动的生日贺卡也没寄过来。其实他的留言是被蛋蛋删了，所有的信件也都被蛋蛋给藏了起来。这天，小白的前同事胖虎上门给小白送温暖，他对小白的遭遇表示同情，还组织同事募集了一些资金。又过了一段时间，小白终于收到了一条电话留言，可能太久没跟外界联系了吧。面对留言的小白不但没有开心，还有点恐惧。原来是他的救济金还没发下来，没钱交电费，电力公司把他家的电给断了。就在这时，蛋蛋回来了。此时的他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还穿上一身帅气西装，再也看不到一丁点流浪汉的样子。他告诉小白救济金还得等一会儿，要不干脆自己代替小白租下这套公寓得了。毕竟他刚找了份新工作，还拿了点钱施舍给小白。小白居然感激涕零的说钱给的太多。此时俩人的处境完全对调，看来蛋蛋早就计划好了要鸠占鹊巢。蛋蛋刚刚走进浴室，波波再一次出现，他让小白振作起来，因为蛋蛋根本就不存在，而只是小白为了逃避现实而幻想出来的。小白说不可能啊，蛋蛋就在浴室呢。然而俩人走进浴室一看，发现蛋蛋居然不见了。难道蛋蛋真的是小白分裂出的另一个人格？波波告诉小白，振作起来的第一步就是把蛋蛋从大脑里完全清除。小白目送女友离开，却发现蛋蛋就站在门后，一脸懵逼的望着小白。镜头一转，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小白再次容光焕发，波波也回到了他的身边，似乎一切都回到了正轨。此时同事胖虎又来找小白，希望他能回去上班。小白说我跟波波商量一下吧。一回头却发现波波不见了。发现小白到处找波波的胖虎表情非常诧异，他告诉小白波波早就因车祸去世。小白因为接受不了女友离世而患上精神疾病，说完就去浴室给小白拿药，结果看到了已经淹死在浴缸里的蛋蛋。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网上很多人都被结尾的一连串反转给整懵了。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本集的很多镜头中都出现了镜子，明明是一件很容易导致拍摄器材穿帮的东西，却在小白家里到处可见。这当然是导演故意为之的一种表现手法。大家都知道镜子的内外就是真与假的关系，所以影视作品中经常用镜子来比喻角色的人格分裂。在这集9号密室里，男主小白、流浪汉蛋蛋和同事胖虎都曾经出现在镜子里，而女主波波虽然每次出现在镜头里都有镜子，但是导演似乎有意避免她直接出现在镜子里，一旦有这种苗头立马就切镜头了。再加上只有小白见过波波，因此波波必然是小白的分裂人格。波波出门去试镜并没有带换洗的衣服，然而第二天早上波波回来以后，我们可以发现他从头到脚都和前一天出门时的装扮完全不同。直到很多天以后，波波最后一次登场又穿了他第一次登场时一模一样的衣服。因为波波就是小白的分裂人格，因此穿着永远是记忆中那几种固定搭配。在小白第一次请假的时候，同事电话留言表示知道小白最近不好过。他第一次上门找小白的时候说，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见我，如果想找人谈心的请一定要给我打电话，如果只是因为小白请病假，这样的关系未免太给里给气了。说明当时小白真的遇到了重大挫折，那时候同事显然不知道流浪汉的存在，所以这里暗指的只能是女朋友的离世。但片头波波说他有5个月没演戏了，很可能他在5个月前就已经去世。最后在浴室，蛋蛋的表情和台词都说明他没有看到波波，而是看到了小白的自言自语。再来说蛋蛋，假设蛋蛋是小白为了逃避现实而分裂出的人格，所有防御型人格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保护主人格。蛋蛋不但没有保护小白，还一直在坑他，导致他的生活越来越糟。反观波波则是一直在鼓励小白振作起来。主人格掌握的所有信息，分裂出的人格肯定也知道。但是当聊到小白最喜欢的解说博主时，蛋蛋完全是靠硬撑和引导小白把话题进行下去。反观小白和波波的对话，波波失敬的那部剧的名字由 D.D. Doris 改成了 Lucy Land Girl， 最后又改回了 D.D. Doris， 这非常不合情理。唯一解释就是小白只记得女朋友曾演过的这2个剧名，因此他分裂出来的女朋友人格也只能说出这俩名字。最关键的实锤就是同事最后没有看到波波，却看到了被淹死的蛋蛋。可能有人会说连同事也是想象出来的，那样的话这一集就如同空中楼阁一样，完全和现实脱离，犯了剧本中的大忌。就好比国产恐怖片总喜欢把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归为主角做的一场梦，本剧编剧显然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也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设计这种败笔。
如果你还是不同意偏偏的观点，那请回答我一个问题：偷懒、不想去上班和深爱的女友离世，哪一种负面情绪的刺激足够强烈到让我们人格分裂？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吧？当然，编剧在前半部分确实是在故意给观众错误的引导，让大家怀疑流浪汉是分裂人格。比如认识流浪汉之前，小白在纸上画的画，同时第一次来找小白时也没有见到流浪汉。流浪汉说小白没有权利指责他，这些烟雾弹都是为了结局的3次大反转铺垫。第一次反转，流浪汉确实存在，他接近小白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鸠占鹊巢。第二次反转，女朋友指出流浪汉不存在，而是小白的分裂人格，鼓励小白振作起来。第三次又翻转了回去，同时指出女朋友才是幻想出来的人格。那么流浪汉仍然是一个想要霸占小白生活，反而被小白当成分裂人格误杀的活人。今天就说到这里，拜了个拜。